我如何创造我最好的风景画。以及我必须面对的挑战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讨论我最喜欢或者可以说最好的画。我觉得我自己最好最漂亮画的瑞士的风景区。其实我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，2025年我就是画这个画布，所以我觉得我要跟你们分享我怎么做这个画布，我最后会让你们看。好的，其实我准备蛮长的时间做这个画布。第一步就是我需要买我客人或者即使是我邻居，他们问我可不可以画一个他们最喜欢的风景区，就是离我的老家不远，其实从我的老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山。对，这个其实是七个山。对，就是叫 Kurfürsten， 山的名字是 Kurfürsten。第一步，我去买一个艺术家的店，然后买那个画布，就是120公分长，然后高度就是60公分，所以蛮大的画布。其实在这个夏天，我就留在妈妈的家，我就因为是还是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我开车去。还好我妈妈有很好的车子，所以我可以借妈妈的车子。第一天我就开车去，感谢妈妈让我借她的车子，我可以轻松带领这个画布，还有我的艺术家工具。嗨，所以今天我要去山上绘画，或者画画，然后我准备昨天准备好这个画布，后面的画布，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开始，或者最少找到那个地方。其实这个画图是为了我邻居的画布。对，因为他们非常喜欢Kurfürsten， 从我的老家可以看得到的山，其实是7个山，对，大概需要20几分钟开车。然后对，我应该就慢慢开始，我们就走吧。我们到了，所以走吧。漂亮。然后准备我的画布，然后我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邻居希望我可以画这个风景区。其实这个风景区就是在山上，然后是一个地方可以看到7个山。这个山的名字是 Kurfürsten， 这就是我老家可以看到的山。
然后，所以我邻居也非常喜欢这几个山。好，先找一个地方可以画，就是漂亮的风景区。对啊，进车站在我后面。对，然后我先往前走，看一看怎么样。哦，哇，这个地方好漂亮哦！不过我还知道这个角度很好，觉得还需要找一下另外的地方。好像也不是，因为这里的树，我觉得还有来风景区不是非常好，或者后面的山看不到，所以我觉得需要找另外的地方。是一个非常好的步道，也可以爬山，或者去另外的地方。我特别找一个地方，就是可以看到河流，还有几个山，所以那天我花蛮多时间才找到这个地方。然后也有另外一个自然有关的挑战，就是你们有可能可以载一下，因为瑞士有蛮多牛，对了，很多牛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发现非常多牛，因为夏天的时候很多牛就是在山上放假，可以说是放假。不过，瑞士农夫就是每一年春天的时候带他们的牛在山上，因为夏天的时候山上是特别舒服的天气。再说草蛮多，然后冬天的时候就是太冷了，也没有可以吃的东西，就是牛就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所以然后秋天的时候，他们就带牛在比较低的地方，所以我到那个地方也发现蛮多牛，然后牛对人非常有兴趣。因为你爬山的时候，有可能也发现牛一直盯着你，或是他们一直看你，然后有时候也跟随你啊，对呀，对呀，他们也跟随我，因为他们有可能觉得非常有趣，因为那个人我就带那么多东西，那个画布，还有三角，机相机什么的。所以，然后我刚到了这个地方，就看到非常多牛，然后他们也跟着我，所以觉得有一点不舒服。因为小孩的时候，一只牛也碰到了我，然后就掉我站在一个小山，然后那个牛就往前我走。然后就碰到他的头，然后我就掉了下去，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猫咪 Amadeus 他也来了，陪我做那个影片，
所以然后就这些牛就跟随了我，然后我就走路下去那个河流，对，然后牛就不跟随我，所以我就自己可以继续找漂亮的地方，可以绘画这个风景区。对，然后我花有可能2个或者3个小时找一个地方。可能我找到了，这地方很漂亮。我们有鸟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打扰。哦，他们一起来了。他们一起来了。然后到地球找到了，然后我再一次走路在河流里，就是从左边到右边。哦，好冷，好冷哦！瑞士的水真的非常冷啊，夏天的时候还是很冷。太冷了吧？不过现在找到地方可以开始绘画。
但是我发现以后也有另外的牛，他们就陪我，然后看我做什么呢？因为我开始画画，所以我觉得我有点不舒服，那么多牛，然后也碰到我的画布什么的。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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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Ah! Oh man, cows. Go, go, go. 瑞士有那么多牛，在瑞士你可以看到那么多。所以这第一天，我觉得我没画很多，但是我就发现太阳已经下去了，然后就开始变黑暗。第二天，
因为牛的关系，我也准备一些山兰，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就建造墙栏，所以牛不会一直打扰我。然后第二天我就开始加颜色，就是用油画，因为我觉得油画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技巧，因为油画比较流利一些，所以跟亚克力比起来，虽然我觉得亚克力颜料也非常适合画放进去，因为比较快风干，然后油画就需要比较多时间，有时候有可能一个礼拜或者更多。其实，在台湾，我觉得油画需要更多时间，就是大概一个月或者更多，因为台湾的天气就有一点湿湿的，或是空气比较湿湿的，然后瑞士的空气比较干，所以油画也比较快风干了。我第二天、3天在绘画，然后就发现我还没画完，或是我还是大部分的画布还是白色的，我还没开始加颜料，所以我这一次回家先走路，然后开车回去。第3天，我画了更多细节。然后第3天，我也画整天绘画，但是现在我就开始绘画和添加细节，比较多 details， 所以这样我就觉得那个画布就是这个图片就看起来比较多，比较自然。
不过那天我也很晚回家，然后在家也继续绘画。其实我在家也大概还是花很多小时，就是加比较多细节，比较多 details，然后还有花那个水，河流的水比较自然的，然后也有在后面那个小房子就加比较多颜料或者很小的东西。也有在山这几个山我也加比较多，有一些印字，因为嗯，因为我要是一个比较晚上或是夕阳的感觉，就是太阳就差不多下去了。哦，拜拜，Amadeus。看起来在右边是光，然后左边是影子，山上的影子，还有在森林里面，或者在房子。
对，然后我也画有一些牛，然后最后我也画有一些花在草里面，对，然后就大概这样建造这个画布。所以呢，我就结束了这样子结束的画布，让你们看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画布，请让我知道，我也很愿意为你们绘画。对，感觉这个画布已经卖到了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另外的风景区，我很愿意爬上去，或是也在台湾。如果你们希望我可以绘画一个风景区，或是另外的事，我就请你们让我知道。如果你们对这样的画布有兴趣，我很愿意为你们画，愿意为你们站上去，或是去另外的地方，去海边什么的，然后在这里也可以绘画。好的，下次见，谢谢你们看这个影片，然后我也希望按下面的 like， 还在说，请你们订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